我开的饭馆饮料免费续杯，大爷却天天用水桶接可乐给孙子喝。我好心劝大爷说每天喝这么一大桶身体容易出问题，他却撺掇200斤的孙子在我晚上回家时将我物理超度。没想到在睁眼我又回到了大爷用水桶续杯时，趁大爷还没到，我赶忙找了个精神小伙，让他骑上电3轮，拉着饮料机飙车。胖孙子看见后撒泼打滚，死活要让爷爷带他追。大爷狰狞地指着我的鼻子：饮料机为啥让这帮瘪犊子弄走了？那我孙子以后喝啥？设备老化不中用了，我就送给朋友喽。放屁！大爷快跳起来了，他指着地上打滚的200斤孙子：你看看我大孙子都急成这样了，你赶紧要回来，我要给他接饮料。我孙子从来不喝水，就只喝你家的饮料。你要是让他渴着，把你这破店赔给我也不够。我嗤笑一声，看着几个精神小伙骑着电3轮越来越远。哎呀，越跑越远了呢，估计你孙子今天是喝不着了。我话音刚落，地上撒泼打滚的孙子发出不似人声的惨嚎：我要喝糖水！大爷赶紧上去拉他，忙不迭地哄着，结果一点用没有。心智不全的孙子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大肥巴掌扇的大爷脑袋一片一片的。大爷被扇了也不敢骂，扭头就把火往我身上撒。你不把饮料机要回来，我让你这个店谁也不敢来吃东西。大爷往店门口一躺：这家菜里有毒啊！大家快来看啊！我和我大孙子都被毒得起不来了。别说，这爷孙俩一个躺着蹬腿，一个坐着嚎，还真像中毒了。我双手插在胸前，看他们表演。这个店被他们盯上，早晚得黄。我也不想开了。店里2桌客人一看这架势，准备结账走人。我一摆手免单，他们苦笑着摇摇头，让我不行就报警。我又看了一会儿，走到正打滚的胖孙子身边，让你爷爷骑3轮带你追，追上就能喝糖水了。我看你爷爷不带你追，怕是嫌你胖，怕你喝糖水更胖呢。大胖孙子一听，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走到大爷身边，一个屁股蹲就坐了下去。大爷没留神，被200多斤做的惨嚎不止。让你不带我追，让你不让我喝糖水，让你嫌我胖。大爷好不容易挣扎起来，又被胖孙子推着上了3轮。胖孙子爬进后斗，压得3轮车前面都快翘起来了。大爷费劲的蹬，胖孙子在后面架的喊。精神小伙的电3轮早就到街那头了，又折回来，还跟大爷打招呼。胖孙子指着电3轮后面的饮料机狂喊：糖水，糖水！给我停下，否则我饿死你们！没人理他，一个加速窜出去老远。胖孙子哭喊声更大了，大爷只能费力掉头继续追，头上没剩几根的花白头发在风里凌乱。精神小伙在这条街上来回溜了几圈，把大爷累得直接骑不动了。最后他们觉得没意思，就把饮料机给我卸在了店门口，送给他们也不要，说这玩意就是一堆废铁，卖不了几个钱。我给了他们1人10块钱，他们兴奋地呼喝着，一溜烟进了网吧。临走还纷纷喊着感谢大哥。大爷气喘吁吁地赶了上来，大胖孙子一看饮料机，肥厚眼皮里的两眼顿时放光，从3轮车后斗里翻出来，连滚带爬地冲到饮料机旁边，对着嘴就摁开关。可是饮料机既没通电，也没加饮料，一滴也没漏出来，急得胖孙子嗷嗷直叫。大爷从车上下来，喘着粗气，指着我质问：饮料机回来了，赶紧给我弄好！没看我孙子渴成啥样了？我看着空空如也的餐厅，一个客人也没有，弄什么饮料机？啥？我不是客人吗？大爷指指地上哭嚎的胖孙子：我大孙子天天来，他不是客人吗？你们啊，散不散人都很难说，毕竟客人都是来花钱吃饭的，你们顶多来免费续杯，1分钱没花过。大爷俩眼瞪得溜圆：只要进你店的就是客人，你不接待，我这就打电话举报你。见我无动于衷，他真摸出电话，对着我店里公示的监管号码打了出去。我举报这家做饭卫生不达标，服务项目不兑现，态度恶劣，明天来不行，我就在这儿等，你们不来解决，我就往上告。打完电话，他斜着看我一眼：咋样？你乖乖把饮料机弄好，我可以打电话撤销举报投诉，要不你等着贴封条吧。我只冷笑看他，就是不动。大爷又赶忙去安慰他大孙子，又是买饮料，又是买零食，可胖孙子就非要从饮料机里接饮料出来。不一会，真有一辆车停在门口，下来几个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问怎么回事，大爷声泪俱下：自己和孙子来吃饭，接点饮料被老板耍，现在孙子中毒了，脑袋傻了，都是老板惹的祸。工作人员又来问我直接把店里视频拿给他们看。他们看到大爷天天1分钱不花，拿着大桶来接饮料，再看看路边拆下来的饮料机，顿时明白咋回事了。大爷大手一挥，逼着工作人员让我把饮料机按好，再让我的店停业整顿，再给他一把店里的钥匙，他好能每天来接饮料。工作人员秉公执法，告知大爷无消费强行索要饮品属于无理要求，不予支持，然后又开着车走了。临走时也提醒我，实在不行报警吧。不用，这样多认啊，不能总给大家添麻烦。胖孙子死活不从饮料机上下来，快把饮料机舔得发亮了。大爷眼看孙子不喝水，我还在旁边袖手旁观，直接打了120，几个医生用尽全力把胖孙子绑在担架上。胖孙子嚎叫着挣扎，就是要喝饮料机里的糖水。医生没办法，大爷逼着医生用了镇定剂，这才打上吊瓶。临走前，大爷阴狠地指着我：等着，这些钱你得赔给我。然后才跟着救护车走了。我冷笑，把饮料机就放在饭馆的大门口，不通电不加水不放料，这就是个废铁，谁爱要谁要。第2天我照常营业，店里的厨师大叔和服务员大妈担心那个大爷还来闹事。你们放心上班，有事我顶着。上一世我就是前怕狼后怕虎，处处退缩让步，才让大爷和他孙子得寸进尺，最后酿成大祸。这一世我得用合法手段让他们也尝尝滋味。晚上我把饭馆交给员工照看，独自去了大爷所在的小区打听消息。一打听才知道，这爷孙俩在小区里早
早已是臭名昭著，无人敢惹。大爷的儿子早年在外带回一个女人，两人未婚先孕，孩子出生后便被诊断为心智发育异常。可大爷拒不接受事实，在医院大吵大闹，辱骂医生。孩子的母亲不堪重负，刚出月子便抛下孩子离开了。大爷的儿子整日游手好闲，在外鬼混，对孩子不管不顾，抚养的重担全落在了大爷身上。他这个孙子虽然心智不全，却极具攻击性，小区里的孩子几乎都被他打骂欺负过，抢玩具、推搡同伴更是家常便饭。有一回，他强行拉着邻居家的小女孩往自己家走，说是要玩过家家。等孩子家长焦急地找上门时，女孩正被他堵在墙角吓得放声大哭。可大爷非但没有制止，反而举着手机录像，嘴里还不停夸赞孙子有本事。家长上门理论，大爷反倒撒泼打滚，堵门讹钱，扬言自己被气出了心脏病。从那以后，小区里家家户户都对他们避之不及，再也不让孩子靠近。大爷见没人愿意跟孙子来往，便挨个去有小孩的业主家门口砸门谩骂，污蔑人家挑拨离间，不让孩子同玩。他甚至放话，想要和解，就得把孩子送到他家陪孙子玩上一整天，否则就闹得鸡犬不宁。业主们多次报警，可每次都只是治标不治本。为了息事宁人，大家只好凑钱打发他。没想到大爷得寸进尺，直接定下规矩，要求每户按月交钱，谁敢不从，就上门拼命。靠着这笔额来的钱，爷孙俩过得比普通上班族还要舒坦。小区居民敢怒不敢言，只能默默忍受，心里都盼着能有人站出来，质疑这对蛮横无理的爷孙。摸清了这一切，我对大爷的歹毒心性有了更透彻的了解。此人作恶多端，劣迹斑斑，我的心底也渐渐有了全盘计划。第二天，大爷带着胖孙子拎着桶又来了。胖孙子一看饮料机还摆在外头，上去就摁开关，没反应，二话不说往地上一躺。还好那动静跟鲨驴似的，隔壁狗都跟着叫唤。大爷往我店门口一躺，都别吃了，老子昨天吃了拉稀到现在，这家是黑店。好几桌人吃饭都认识这爷俩，笑着看热闹。大爷一看没人理，爬起来拍柜台，大伙儿评评理，他家牌子上写的啥？免费续杯，现在饮料机没了，这不坑人吗？改规定了，吃饭才送。放屁！规定也是随便改的。大爷俩眼瞪得跟铜铃似的。我自己的店，我想咋改咋改。我不管你这些花花肠子，今天不让我接饮料，你这店也别想开。说着挨个桌上拍桌子赶人。我冷冷一笑，指着外头打滚的胖孙子：各位见谅，不是我不放饮料机，昨儿跟那胖小子往了头尿尿，我直接报废了。店里客人一听，好几个当场嫌恶的皱起脸，甚至有人啐了一句：你放屁！我孙子啥时候往里尿尿了？我是老板，我说尿了就尿了，没让你赔钱，就算看你可怜。大爷气得直哆嗦，可他能咋办？就他孙子那撒泼耍赖的德行，说他糟蹋东西，10个人里有11个信，他污蔑我，我冤枉他，谁也别说谁没素质。大爷见吵不过，干脆爬起来了，挨个桌上吐口水，吐到一个大妈带孙女那桌。大妈二话不说，端起桌上那盆毛血旺，连汤带菜小10斤，照着大爷脑袋就扣下去了。还好烫不烫了，要不今天就不是赔钱能解决的事了。我报了警，把监控调出来，民警来了一看，当时就要带人。他影响我声誉，伤害我顾客，损失1万多。你讹我！我把订单和发票拍桌上，这桌子被污染了，我能给客人用吗？用计算器一按，2万3。大爷当场躺地上了，也不管外头还在嚎的孙子。民警说要么赔钱，要么拘留。大爷看看孙子，咬着牙跟我砍价，最后折旧1万5成交。他说回去凑钱，我说一手交钱一手放人。大爷掏出手机，手指头都在抖，扫了3次才扫上，支付成功那一声叮，他脸都绿了，签了和解。他拉着胖孙子就走，胖孙子不干，还要喝糖水。大爷心情差到极点，2个大嘴巴子抽上去，胖孙子脸更肿了，愣在原地。大爷把他往3轮上一推，狠狠看我一眼。我儿子从外地回来了，你等着，有时间再来啊！你一来，我今天的营业额都够了。大爷骑着3轮，踉跄一下灯滑了，差点从车上掉下来。从小区业主那里打听来的消息，大爷儿子不是好惹的主，恰好我也不是好惹的主，毕竟被这一家人害过一次。大爷和胖孙子消停了2天，有附近的顾客看见爷孙俩在小区遛弯，胖孙子不喝水，吵着要糖水，大爷哄了半天没用，还被胖孙子吐口水。大爷大耳瓜子啪啪2下，胖孙子就老实了，拿起水杯就喝。胖孙子就好像是吃了泡芙的狗，不吃狗粮绝食一样，揍就完了。大爷掌握了精髓，但是顾客对我说，那老头坏得很，跟他胖孙子说，都是因为那个开饭店的，他才喝不上糖水的。大爷让他孙子只要有机会，就把我往狠了推。虽然经历过一次，我还是心里一冷，这一家人的坏应该是骨头里带着的。果然没过2天，店里突然来了一群光头男，一人一个桌，把我仅有的10几个座位全都占了，也不点菜，也不吃饭，一个个的都在玩手机，还有一桌凑满了4个人在打掼蛋。领头的一个跟大爷长得有6分相像，一脸横肉，来吃饭的客人刚进门就被吓跑了。大爷儿子也不跟我对话，就不时冷笑的看着我，我也不说话，就坐在吧台后面玩手机。他们肯定以为我要么大发雷霆，要么苦苦哀求，要么报警求助。可是店主自己玩手机，不管不顾的，还是头一次见。一群光头男面面相觑，刚耗了半个小时，大爷儿子坐不住了，他走过来拍拍吧台，有客人不招待吗？扫码点餐，下单付款，马上备菜。老子就不点餐，在你店里坐着歇歇。大爷儿子啪的一拍吧台，欢迎欢迎，你们先你们的。你小子还是个滚刀肉君，那咱就耗，看谁耗得过谁。我已经给厨师和服务员放了假，这个店之前也把今年的租金挣出来了，还结余了不少，所以我准备放开手脚，一直耗到中午。大爷儿子一群人都饿了，我也饿了，于是去后厨给自己做了一份鱼香肉丝盖饭，端出来开了一瓶可乐，一边刷剧一边大快朵颐。大爷儿子和一群光头男不停地吞口水，几个光头男不乐意了，虎哥，
你总不能让哥几个饿着吧？就是啊，一天就给50块钱，我们也吃不起饭店啊。大爷儿子脸色阴沉如水，过来拍拍吧台，给我兄弟们一人一份盖饭。扫码点餐。老子说让你请客。他一拍桌子，我把头一抬，当即拨通了报警电话。警察同志，我这有人吃霸王餐。别，大爷儿子赶紧帮我挂断，他可不想出师未捷身先死。开个玩笑，我点菜。他忙不迭扫码，点了10几份盖饭。不好意思，今天厨师服务员都放假了。啥？你特么耍我？有速冻菜，吃不吃？速冻菜，我兄弟们在这坐半天了，你就给我们吃速冻菜？不吃我退款，你们爱去哪吃去哪吃。我又一指墙上的标语。外食误入，也别想点外卖在我这吃，我随时可以报警寻衅滋事。10几个光头男彻底坐不住了，椅子蹭得吱呀乱响，纷纷吵着要撂挑子走人。大爷儿子急了，吃我们吃，你做什么我们吃什么，老子不差你这点钱，再给我兄弟们每人加1饮料。不好意思，饮料机前几天被个心智不全的胖小子霍坏了，想喝的话麻烦各位自己出门买。随后我便在厨房不紧不慢地鼓捣，反正刚才已经吃饱喝足，半点不慌。冰箱里有冻好的鱼香肉丝，本来是留给我自己吃的，现在刚好派上用场，拿出来进锅加热，盖在米饭上，起火，一份成本不超5块，含泪挣20，这哪是来找事的？这分明是一群财神啊！我把盖饭端出去，一群光头男早已饿得饥肠辘辘，整个饭馆充斥着吧唧嘴的声音。大爷儿子为了安抚他们，在外面一人买了一瓶饮料回来，没几分钟，风卷残云，一个个吃得干干净净。吃完后，其中一个光头男对我竖起大拇指：“哥们儿，你这手艺确实可以，这事完了，你要还能开下去。”我天天来吃。10几个光头男纷纷附和，我抱拳回礼。大爷儿子脸都黑了，吃完饭就招呼着一群光头男走了。要是再待一下午，还得在我这儿管晚饭。他也不傻，临走前他怨毒地盯着我，那眼神和大爷如出一辙。你等着，我家的钱不是那么好挣的。欢迎再次光临，我就担心你不来。第2天，大爷儿子真来了，挑了一个人流量最大的时候，他径直坐下来就扫码点菜，一个人点了5、6个菜。服务员好心问他：“你吃不了就浪费了。”老子饭量大，点啥你上啥。吃到一半的时候，他用力的一拍桌子：“丫的，菜里有苍蝇！你们这是什么饭店？卫生也太差了吧！”服务员急忙过来查看，一只死苍蝇正落在菜汤边缘，看着格外扎眼。店里的食客都把目光聚焦到他身上，大爷儿子就更来劲了，直接掏出手机来开始直播。老铁们都来看一看啊！饭店吃出苍蝇，这卫生条件简直没眼看。店里有2个食客开始面露嫌恶，甚至起身准备离开。服务员大妈都快急哭了，我摆摆手，让他去工作。大爷儿子冷笑地看着我，等着我过来跟他解释。我一步步走过来，看了一眼菜里的死苍蝇。小子，你好好跟我解释解释，我一会儿要去医院检查，加上精神损失费，赔我3万不算多吧？你从我这拿走的钱就要双倍赔给我，老老实实拿钱，我可以解释说这是误会。我一个字也没跟他说，直接关门，拨了报警电话。大爷儿子懵了，不是你疯了吗？就报警，还怕知道的人不多？出警特别快，我直接把监控屏幕对准大厅，让民警查看。只见屏幕上有5个监控画面，画面上全部都是大爷儿子的特写，从他坐下开始，前面、后面、上面、左面、右面，连他细微的小动作都拍得一清二楚。你监控我，这是偷拍！警察同志，我要告他！我指了指门口的标识语，你已进入监控区域。那你这监控也不能对准我一个人吧？你分明就是针对我，要诽谤我！我摊手，把监控调整到一个画面，画面里大爷儿子偷偷的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纸包，展开后捏起一只死苍蝇，快速丢进了菜盘里。5个监控画面里有3个清晰拍到了他扔苍蝇的全过程，角度无死角。大爷儿子彻底慌了，然后我又把画面调到他威胁我的那一刻，虽然他压低了声音，但是我的监控拍得清楚，一字一句听得清清楚楚。民警同志，这够得上敲诈勒索数额巨大了吧？大爷儿子慌了，忙不迭的解释：“警察叔叔，他故意坑我，引诱我来犯罪的，误会都是误会呀。”最终他还是因为寻衅滋事、敲诈勒索被带走。大爷儿子被拘留了10天，当天大爷又带着孙子来了，胖孙子也不吆喝着喝糖水了，就跟他爷爷蹲在我店门口，谁也不让进。刚回来上班的服务员大妈见这家人几次三番，实在忍不住了。她农村来的，老公身体不好，好不容易在我这儿找到工作，能挣点钱养家。大爷这是要砸他饭碗。大妈换下工作服，站在门口，指着大爷鼻子就开始骂，什么难听骂什么，一句话都不带重样的。一开始大爷还站起来，脸红脖子粗的对骂，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最后干脆又蹲下来，任由大妈随便骂。胖孙子还在旁边嘿嘿傻笑，时不时的重复大妈的脏话，好像怕他爷爷听不见似的。最后大爷实在忍不住了，站起来就要还手，巴掌还没抡在大妈身上，就被大妈一把推开，踉跄几步倒在地上。大妈可是天天干体力活，大爷顶多天天寻思去哪个人，战斗力根本不在一个等级上。大妈一边喊着打人了，老头打女人了，一边护着自己不让他靠近。我一看差不多了，就对大妈说了一声，大妈换上工作服，又脸色平静的回去上班了。大爷脸已经涨红一片，他颤颤巍巍的指着我，哆哆嗦嗦的说要报警。你想报警就报警，不过大妈的丈夫还在13院精神科住院呢，据说脾气还不太好。大爷一口气憋在嗓子里，出也出不来，
咽也咽不下，突然趴在胖孙子耳边说了句什么。胖孙子突然暴起，200多斤的身躯直接向我扑过来，手里还拿着一把尖锐的玩具刀，一看就是打磨过的。让你不跟我玩，让你不让我喝糖水，让你把我玩具扔了。我知道大爷早就把胖孙子撺掇好了，上一世就是被他推倒昏迷的，我怎么可能不防备？我一个闪身，胖孙子扑了个空，重重摔在地上。大爷一看孙子摔了，大吼大叫：打人了！大人打小孩了！报警！都报警啊！路人纷纷离得远远的。大爷一看没用，又听胖孙子摔得嚎啕大哭，先去安慰孙子了。我咳嗽一声，服务员大妈又走出来，手里还拿着一把菜刀和削了半个的土豆。大爷连正眼都不敢看一眼，把胖孙子弄上车就走。我看着大爷的背影，眉头紧锁。大爷鞋底沾了一点红漆，是我后厨外墙为了防虫新刷的。他刚才是从我后厨外面过来的，我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他针对我。我可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但如果想通过伤害顾客来针对我，那事可就大了。我和大妈说了一声，就去了小商品市场，批发了几套防盗报警器和警示围栏。晚上关门后，我把后厨窗户加固，并安装了报警器，地面上铺了防滑垫和警示围栏，然后又加了2个监控。最后，我回到家，打开监控，守株待兔。刚过凌晨，监控软件发来人形监测预警，一个鬼祟的人影从后厨窗户爬进来，刚一落地，触发了报警器，尖锐的响声划破夜空，人影一惊，脚下打滑，摔倒在地。我报了警。等我和民警赶到时，大爷正坐在地上，捂着扭伤的脚踝呻吟。民警问我怎么回事，最近附近总有老鼠出没，所以加强了安全防护。民警从他身上搜出来一包过期的劣质灭鼠耳剂，还未开封，这就是意图入室捣乱了。我又把白天大爷来闹事的监控给了民警，这明显是寻衅报复。然后大爷就被带走了。大爷被民警带走的时候，还在地上撒泼打滚，捂着扭伤的脚踝嘶吼着我设圈套害他。可民警看着从他兜里搜出的灭鼠耳剂，还有后厨监控拍得一清二楚的非法入侵画面，根本不吃他这一套，直接将人带上了警。我跟着去派出所做了笔录，把完整的监控录像、大爷多次上门闹事的全部证据，连同他教唆孙子持械伤人的画面一并提交。做完笔录出来，天已经蒙蒙亮。服务员大妈和厨师大叔早早就在店里等着，见我平安回来，都齐齐松了口气。大妈攥着我的手，红着眼圈反复说：好人有好报，这老东西终于遭报应了。我心里清楚，这只是开始。大爷这次绝非简单的寻衅滋事，他带着灭鼠耳剂非法闯入餐饮后厨，已经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哪怕还没来得及开封投放，也已是犯罪未遂，足够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事情的发酵比我预想的还要快。当天上午，大爷被刑拘的消息就传遍了他住的小区，积压了多年怨气的业主们瞬间炸开了锅。当天下午，10几个业主就组团找到了我的店里，手里捧着厚厚的一沓证据，有这些年被大爷讹钱的转账记录，被上门辱骂的录音，孩子被他孙子打伤的就医凭证，还有数不清的报警回执。领头的业主大哥红着眼跟我说：老板，我们早就盼着有人能制止这老东西了，他这些年在小区里横行霸道，讹了我们几10万，我们联名举报，一定要让他把牢底坐穿。我把手里所有关于大爷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的证据全部分享给了他们，几十户业主联名提交的举报材料，加上我这边的刑事证据，直接把大爷的罪证定得死死的。之前那些被以邻里矛盾为由和稀泥的案子，这次全被翻了出来，一桩桩一件件，全是板上钉钉的违法事实。另一边，刚从拘留所出来的大爷儿子，还没等找我报复，就先被小区业主们围了。这些年大爷讹来的钱，一大半都被他拿去挥霍了。业主们直接集体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返还被敲诈的钱款，还把他这些年跟着大爷一起上门闹事、威胁业主的证据一并提交给了警方。这个平日里只会耍横的虎哥，这下彻底慌了。他本就是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手里根本没积蓄，面对10几万的退款诉求和警方的传唤，直接脚底抹油，连夜收拾东西跑了。走之前，他把那个心智不全的胖孙子直接扔在了小区门口，再也没露过面。胖孙子没了爷爷惯着，没了爸爸管着，在小区里又哭又闹，见人就扑上去要糖水，还动手打人。可这一次再也没人惯着他了，业主们直接报了警，联系了社区和民政部门。经过核实，孩子的母亲早已失联，父亲拒不履行监护义务，爷爷涉嫌刑事犯罪被羁押，已经没有合适的法定监护人。社区向法院提起申请，最终法院依法撤销了他父亲的监护权，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把孩子送到了有专业医疗和行为矫治能力的福利机构进行长期照护与规范管理。后来有业主见过，在专业人员的管教下，他再也不能随意撒泼打人，也慢慢改掉了只喝糖水不喝水的毛病。只是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被人无底线的纵容着作恶了。3个月后，法院的判决下来了，大爷因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听到判决结果的那一刻，大爷在法庭上当场崩溃，哭嚎着喊冤。可铁证如山，容不得他半点狡辩。而我弟小店也在这场风波之后迎来了新生，周边的居民都知道这家店的老板硬刚了横行多年的恶霸爷孙，还把他们送进了法网。不仅再也没人敢来店里闹事，周边小区的业主们反倒都成了店里的常客。大家都说来这里吃饭，吃得安心，也吃得解气。之前被吓跑的客人不仅全都回来了，还带来了不少新顾客，店里的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我索性把隔壁的铺面也盘了下来，扩大了店面，给跟着我担惊受怕的厨师大叔和服务员大妈涨了双倍工资，还招了新的员工。大妈再也不用愁丈夫的医药费，每天干活都笑得合不拢嘴，逢人就说我们店是良心店。这一次，我不仅守住了我的店，更守住了我自己的人生。